吓死人的恐怖片，它又来了！恶魔的光火，根据梵蒂冈唯一承认的真实驱魔事件改编。据说该片的女主原型至今仍在担任驱魔工作。影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大原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于1835年的罗马，为了防止各种妖魔鬼怪危害世间，梵蒂冈教会决定在这里建一所专门学习驱魔的学院，以此获得更多与恶魔抗衡的能力。但按照以往的习惯，只有男性才能学习驱魔，女性则一概不许。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恶魔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，能力也越来越邪恶，只要被他附身的人类，轻则满身残疾，重则直接跌入无边地狱。面对如此庞大且恐怖的力量，教会难免有些力不从心。同时他们也知道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世界将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为此，他们第一次打破惯例，开始对校外扩招，不仅让更多人学习驱魔，还招了一些修女，负责照顾那些被恶魔附身的人，而小美就是其中之一。不过小美虽是一介女流，但她却一心想要成为一个驱魔师，因为就在小美小时候，她的母亲就曾被恶魔附身，前一秒还好好的，下一秒就变得愈发躁动，甚至到了最后，母亲还开始变得神志不清。她发疯似的用脑袋敲击着房门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冲进来将女儿掐死。此事过后，母亲无法忍受整日生不如死的折磨，更无法原谅自己一次次伤害女儿，于是便选择了自杀。同时也正因母亲的遭遇，让小美产生了一颗悲悯之心，她立志要当一名驱魔师，解救那些被恶魔附身的人。为此，在驱魔学校任职修女时，她不仅细心照顾被恶魔附身的病人，还会经常观看各种驱魔案例。可就在这天，小美正给一个老头擦拭身体时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只见原本已经用完的书袋液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回升，而老头的血液也逐渐溢满了整个袋子。但一旁的小美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，她照常给老头擦拭身体。怎料没过多久，她又突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旋律，正是从老头嘴里发出来的。见此情形的小美不禁感到心惊胆战，因为这首歌正是她母亲被恶魔附身时经常哼唱的歌谣。就当小美万分疑惑之余，老头的身体又忽然出现了一处被烧焦的血印，而病房的广播里也再次响起了那阵熟悉的旋律。小美见状刚想跑，房门又瞬间猛地关上，不论她怎么敲门都始终无济于事。而就在她惊慌失措时，房间里的灯光开始频频闪烁，小美刚一回头，恶魔瞬间拽住小美的手腕，带她跳起了浪漫的华尔兹。而随着她的舞步逐渐癫狂，灯光也闪得越发厉害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炸了似的。小美情急之下发出了一声尖叫，却不料正是这一声尖叫竟暂时将老头体内的恶魔击退。此事过后，学校为了避免小美被恶魔盯上，决定将她送回修道院。可老黑却从小美刚刚的举动中看到了她成为驱魔师的潜力。为此老黑觉得，与其把小美送回修道院，不如将她培养成一名女驱魔师。于是经过学校的一番讨论后，他们便决定破格提拔小美。得知消息的小美非常兴奋，为了完成心中的梦想，她更加努力地学习理论知识。而当她学习的差不多时，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场驱魔仪式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仪式的驱魔对象居然是自己一直照顾的小女孩。随后两名神父便手持圣经十字架，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女孩的房间。但就在女孩回头的瞬间，两人顿时就被吓得呆住。只见女孩双目阴沉，满脸淤青，甚至连骨头都发生了错位。见到这一幕，他们只能颤颤巍巍地念诵圣经，可恶魔却伸出两根手指堵住了自己的耳朵。 We cast you out. I can't hear you. 恶魔在上面龇牙咧嘴的狂吠，两人在下面不断念诵圣经。但随着灯光一阵闪烁，房间顿时陷入黑暗，恶魔也从上面直接跳了下来。两人被吓得不敢吭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恶魔来到窗前。他先是面无表情地盯着小美，接着便开始狰狞起来，并用双手捂住眼睛。小美不明白他在搞什么鬼，怎料下一秒，女孩的双手上又浮现出了两个巨大的血口，一些令人作呕的蛆虫也从里面不断爬出。见此情形的老黑当即认定这是恶魔的挑衅，于是便决定亲自上阵收拾这个鬼东西。可他的本事却堪比主教练正在热身，圣经还没念几句，就被潜伏在床底的恶魔抓住脚踝，瞬间放倒。一旁的神父见状立刻上前，结果又看到了无比恐怖的一幕。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对恶魔束手无策，但小美却偏偏在这时走了进去。她知道是恶魔占据了女孩的身体，便决定使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唤醒女孩的灵魂。Emily, I'm here. I'm here with you. 经过一阵呼唤，女孩终于恢复了意识，并恳求小美救救自己。可恶魔似乎听到了她的请求，又一次占据了她的身体。
两名神父立刻上前，拼命拉扯着女孩嘴里的头发。老黑和小美也开始不断的念诵圣经，而随着圣经传遍整个房间，灯光也再次频频闪烁，女孩体内的恶魔也终于忍不住剧烈挣扎起来。经过这场驱魔仪式，小美一战成名，而她的事迹自然也吸引了一个叫小帅的男人。就在多年以前，小帅的妹妹因为一场意外不幸流产，从此再也怀不上孩子。妹妹对此愧疚不已，便举行了一场招魂仪式，让恶魔钻入身体，以折磨自己的方式缓解心中的愧疚。可她并不知道，恶魔在体内停留的时间越久，她就越发生不如死。如今的情况更是到了一只脚踏入地狱的程度。于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妹妹，小帅便私下找到小美，看看她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听到有人主动找自己，小美有些飘了，她并没有和教会提前商量，便跟随小帅来到了家中。刚走进去，小美就看到女人正面无血色的躺在床上，不管怎么做都没有反应，直到她将圣水滴在女人脑门，对方这才有了些许动静。见状，小美又掀开了女人的被子，准备开始自己的驱魔仪式。可她刚把圣水抹在肚子上，女人就突然两眼一瞪，房间的烛光也瞬间熄灭。小美刚反应过来，下一秒随着一阵歇斯底里的惨叫，女人的肚子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隆起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撑破似的。甚至到了最后，恶魔还直接控制着风扇，狠狠打碎一旁的镜子。目睹如此恐怖的一幕，小美不禁慌乱起来。但来都来了，她只能强压心中的恐慌，然后硬着头皮安抚女人的情绪。可这次无论她怎么说，恶魔却始终在女人的肚子里乱窜。于是小美只能让小帅念起圣经，再配合着自己的安抚，女人那高高隆起的肚子这才终于慢慢恢复了原样。但此事结束后，小美未经许可私自驱魔，终究还是被学校知晓。对于学校而言，驱魔是一场极其慎重的仪式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无边地狱。而小美这么做无疑是触犯了学校的大忌，于是学校便决定撤了小美的职，让她回到原来的岗位。可小美刚回去没多久，小帅又一次找到了她，他告诉小美，之前被他驱魔的那个小女孩又再次遭到了恶魔的侵袭，就算学校里的神父加起来都无法应对如此强大的恶魔。无奈他们只能将女孩送往梵蒂冈，寻求教会的帮助。但他们刚动身，女孩体内的恶魔竟再次苏醒。神父见状刚准备念圣经，不料恶魔一个眼神过去，十字架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司机见状只能原路返回，将她再次送回学校。可就在小帅打开门的瞬间，却只看到了满身血红的小女孩，还有躺在他身边的一片死尸。除此之外，女孩还将一条项链递给小帅，并让他转交给小美。听小帅说起这些，再看看他手中的项链，小美顿时陷入了悲伤之中，而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也随之展开。原来早在多年之前，小美因为年轻不懂事，曾和多个男人有所来往，最终导致自己怀孕，可她却连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。小美心里清楚，单凭自己现在的情况根本没能力把孩子养大，于是她便将孩子送给了别人，而那串项链就是她送给孩子的唯一物品。想起这些，小美终于明白，那个被恶魔附身的女孩其实就是她的女儿。女孩觉得自己被人抛弃，整日对小美怀恨在心，而这股强大的怨念最终引来了一只强大的恶魔。恶魔先是附身在母亲身上，没日没夜的折磨她，再将母亲折磨致死后，他又盯上了小美的女儿。为了不让恶魔伤害自己的女儿，小美便决定前去营救。可小帅却告诉她，由于女孩体内的恶魔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，如今的她早已被关进了学校的地下室，那里守卫森严，未经许可根本无法进入。但即便如此，小美还是下定决心独自前往。而为了感谢她之前的帮助，小帅也不惜冒着被开除的风险，一路带着她来到了地下室的最深处。但两人刚在一间囚牢里找到了被关在这里的女孩，就突然遭到了3名神父的阻拦。他们让小美立刻离开，不要在此多做停留，但他们说话的声音却吵得恶魔有点不耐烦，他只是随手一挥，便将3名神父直接送到了地狱。目睹如此恐怖的一幕，小美知道这一切都是女儿对自己的恨意所酿造的结果。为此，她先是不断对女儿说着抱歉，接着还恳求恶魔放过女儿，附身在自己体内。话音刚落，恶魔顿时露出邪恶的笑容。可附身后的小美却彻底失去了自我意识，只见她双眼泛黑，身形扭曲，就这么直挺挺地飘在了半空。小帅见状当即抱起女孩，拼了命地往外跑，但下一秒铁门就哐当一声猛地关上。无奈之下，小帅只能先行将女孩放下，然后拿出十字架，小心翼翼地对应恶魔。可恶魔只是动一动脖子，便将小帅瞬间打飞2里地。最后他又将目标转移到了一旁的小女孩身上，他就像是领小鸡崽似的，轻而易举地把女孩拽起，然后死死掐住她的脖子。女孩无力挣脱，只能一遍一遍地喊着妈妈。而也就是在这时，母亲的声音突然从耳边响起，望着手中的项链，听着两人的声音，小美终于恢复了一丝自我意识。但为了不让恶魔再次上身，她直接心一横，扭断脚踝，并拿出十字架放在自己的脑门上。
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，地下室的灯光终于亮起，小美凭借着自己的力量，成功战胜了体内强大的恶魔。故事的最后，女儿原谅了小美的过错，母女俩重新聚在一起，而小美也因为独自战胜恶魔，被送往梵蒂冈进一步深造。但就在她坐车离开的路上，人潮汹涌的路口处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老奶奶，就连司机也变得越发诡异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小美终于察觉到了不对，可她刚准备下车逃离，很显然，小美体内的恶魔并没有真正消失，而是一直潜伏在她体内，等待着下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